边看王者边听小说，苏哲王者荣耀，夜黑语著。第552章，还是吕布。比赛还没有开始 ，Prime 战队的观众席先发生了内讧，几个质疑 Lucky 的观众气势汹汹，仿佛要将 Lucky 赶出 Prime 战队一样。但 Prime 战队中也有比较理智的观众，他们知道 Lucky 这一局再次选择吕布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眼镜小哥在人高马大的喷子面前丝毫不怂，严肃地说，提意见和做喷子是两码事，能好好提意见，为什么要做喷子呢？我想 Lucky 从来都是踏踏实实打比赛的，他从不会故意做演员来坑战队，坑咱们观众，他始终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打比赛，你们凭什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旁边女生也点头道，没错，你们这样简直就是侮辱了 Lucky， 你们根本就不配做 Prime 战队的粉丝， Prime 还没被 Quick 战队打败呢，你们就先窝里反了，我看你们才是 Quick 战队派来带节奏的演员。放屁！喷子气冲冲说道，老子看比赛就是图个乐子，看不爽就想骂，怎么了？这 Lucky 打得狗屎一样，我就是想要喷他，怎么了？老子花钱买票，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料这话说完，喷子的背后猛地伸出一条胳膊，随后喷子身子一轻，直接被这条纤细的胳膊利用4两拨千斤的手法，一个过肩摔扔到了观众席外的走廊上。花几个臭钱就当自己是天王老子了，这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动手的正是 Prime 战队的老板伍兹。伍兹怒目盯着喷子，再回头环视周围几个内讧的观众，沉声说道， Lucky 是我的选手，我既然招募了他，就会信任他，他打得好不好我说了算，你们说了不算。原本喷子仗着自己人高马大，有恃无恐，在看台上简直是目中无人，但发现伍兹的战斗力远远凌驾于自己之上后，喷子直接怂了。你支吾了2句，喷子没敢多说。伍兹整理了一下衣服，对喷子怒目而视道，你想做喷子我管不着，我又不是你妈，没闲心教育你做人，但你要是敢当我的面喷我的队员，我打得你找不到回家的路，知道吗？知道了。喷子瞬间怂了，趴在地上如一只温顺的绵羊。伍兹冷哼一声，转身回了座位，留下旁边一群人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 Prime 战队的女老板居然如此霸道。短暂的插曲没有影响比赛的进行，赛场上一切照旧。Ban Pick 环节结束，双方进入第2轮比赛，两名解说表情激动，语气兴奋。第2局的对阵，双方的阵容相对比较自由。这一局值得注意的是 ，Prime 战队利用 Ban Pick 环节的小心思，成功骗对方放出了强势英雄关羽，并且被战队的明星选手长歌拿到了。这一局是 BO3 的赛点所在，所以 Prime 战队必须要一鼓作气拿下胜利。如果再输一局，那么 Quick 战队就赢了。我们看到 Quick 战队的张飞和打野李白还是选择采用双乘机的召唤师技能，看起来他们准备在野区中做文章了。不过上一局 ACON 的李白没有打出效果，这一次 Quick 战队阿牛的李白是否能够打出上佳的表现呢？很快比赛开始，双方正式进入第2局。Prime 战队的前期阵容是雅典娜、关羽、太乙真人和嬴政，这4个人在前期都有足够的爆发力。不过鉴于 Quick 战队的李白和张飞都带着召唤师技能乘机，所以 Prime 战队前期没有采取反野的措施，对于双乘机的阵容，前期反野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而 Quick 战队这边开局也选择了保守的打法，毕竟他们擅长的是拖后期。如果上一局不是因为 Prime 战队在 Ban Pick 环节中计选择了多名后期的阵容，而 Quick 战队又提前抢下了姜子牙的话， Quick 战队的前期根本不敢打得那么激进，肯定还是照常龟缩。双方的打野选手开局的思路一致， Prime 战队的雅典娜选择以红 buff 开局，而 Quick 战队的打野选手李白同样是红开。两队的不同之处在于辅助选手的走位。
Prime 战队的辅助太乙真人帮助雅典娜拿到第一个红 buff 速到2之后，立即去下路辅助 Lucky 的吕布，因为太乙真人的被动技能可以让吕布获得额外的经济，而 Quick 战队的辅助则蹲守上路野区，防止 Prime 战队过来反蓝。下路的李白一个人打红 buff， 效率就比雅典娜慢得多，而在红 buff 血量刚被打了一半的时候，忽然一阵马蹄声传来。是关羽 ，Prime 战队的上单，长歌的关羽。现在就来抢 buff 吗？不嫌早了点吗？初始版本关羽的一技能冲锋状态下是所有一技能中伤害最高的，前期一刀劈下去对野怪的伤害比召唤师技能乘机还要高。但后来版本对关羽接二连三的削弱，此时关二爷的一技能伤害已经降低了很多。以至于前期的关羽再也无法与携带召唤师技能乘机的打野选手抢野，因此在这个版本，关羽前期抢野很吃力，这也是 Quick 战队的李白听到马蹄声毫不惊慌的原因。你一技能输出已经被下调了，还浪个什么劲？然而，当长歌的关羽出现的时候，李白就明白他的意图了。关羽直接冲进 buff 坑。直接一个被动普攻将野怪顶出范围之外，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做完之后，关羽转身就走。什么鬼？李白气不打一处来，瞬间明白了长歌的意图。野怪从圈外往回走，血量迅速恢复，这样一来，李白前期的发育节奏直接被打乱，这比抢了红 buff 没好到哪去。张飞，来支援一下！李白郁闷无比，这关羽也太贱了。而没等张飞从上路的野区过来，长歌的关羽再次带动节奏，被动冲进 buff 坑，直接将红怪顶出来，反正也不打算抢红，就是和人纠缠。职业赛场上分秒必争，拖延1秒就赚1秒。同时，苏哲冷静地分析清楚场上的局势，一个意识到位的职业选手根本不需要全图视野就可以看清楚对面敌人的走位。上路守 buff 的张飞应该来下路支援了 ，A 抗可以去先反掉他们的蓝。A 抗立即点头。随后，雅典娜和线上的太乙真人快速往敌人的野区移动。Lucky， 你先和程咬金对线，我去支援 A 抗。旺财道 ，Lucky 单独对线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被多人围杀，他的生存能力还是足够过硬的。于是 Prime 战队的长歌撤出野区 ，Quick 战队的张飞从上路向下路移动。同时 ，Quick 战队的李白还是没能拿到红 buff，Prime 的雅典娜却在太乙真人的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掉了 Quick 战队的蓝 buff。这一波声东击西打得漂亮，开局1分钟，虽然双方没有拿到人头，但战场上却是暗流涌动。剑南沉声说道：“长歌的关羽走位飘忽。”直接盘活了 Prime 战队的前期 ，Quick 战队的张飞、李白虽然拿下了双乘机，但双乘机的优势好像没有发挥出来。芊芊点头表示同意，没错 ，Quick 战队的野区反倒被 Prime 战队入侵，这倒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不过这一局 Quick 战队80%还是准备拖后期，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看看 Quick 战队的后期准备怎么打吧。Prime 战队能否在前期拿到领先优势进入后期，这一点值得我们的关注。剑南则道，别忘了 Prime 战队这边还有吕布这一个杀手锏。这葱肉冰馅我一个人吃过吗？打波没有这个傻子打野。厉害呀，少侠！
攻敌方百里守约。我操他妈，瑶妹好恶心啊！怎么把这个英雄删了呀？这波消耗下来一滴血没。收到。手也绕过来了。请求集合。收到。还好我经济跟他们2号位一样，我们经济比较均衡，对面就韩信经济。人机这种梳妆就是脑瘫。糖果和我，谁更甜蜜？你的微博里面辣妹粉。把吊闪删了干嘛？吊闪这个英雄这么平衡，高风险高回报。瑶妹她需要干啥？瑶妹他妈的就需要带个野王。请求集合。收到。大家稳住，我们能翻盘。大家别放弃，我们一起翻盘。礼物，喜欢吗？请求集合。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入账吧，冷月如我。收到。礼物，喜欢吗？有你的陪伴，也不冷哟。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An all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收到。就是啊，对面就有一个韩信。冷月如我。开始撤退。发
destroyed a turret. 收到，来自二次元的关心。去吧。来打血仗吧。Enemy unstoppable. 请集合。收到。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Killing spree. Enemy godlike. Shut down. 我操，你跳这么远！操你高头戏！礼物，喜欢吗？ An ally has been slain. Rampage. 发起进攻，大招已经好了。 Double kill. 666，发起进攻，干得漂亮！来打血仗吧。